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可以说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那就是石油产业，它正从我们印象中那个烧的燃料，悄悄转型变成未来科技的心脏。你准备好了吗？好，我们马上开始。好，一开始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现在电动车不是满街跑吗？这是不是就代表石油的时代差不多要结束了？这想法很普遍，但答案可能跟你想的真的完全不一样哦。其实真实的情况远比石油没用了这句话要复杂得多，而且我可以说还相当令人惊讶。怎么说呢？这么想好了，石油的旧时代故事可能真的要翻页了，但一个全新的、价值更高的篇章才正要开始。好，所以我们第一部分就先来聊聊大家对石油的普遍误解，还有真相到底是什么。OK， 这张图非常关键，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哦。左边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老角色，拿来烧的燃料嘛。对，没错。随着电动车越来越多，这块的需求大概在2027年左右就会到顶了。但是，请看右边，这才是真正的主角。石油的新角色是变成高科技材料的母体。你听清楚哦，从现在开始，未来所有石油需求的增长，几乎全部都会来自石化产品，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些高科技材料。这根本是一场底层逻辑的转变啊！好，那问题来了，所谓的高科技材料到底是什么意思？石油是怎么变成那个高科技产业看不见的骨干的呢？我们来看看。你看看这个列表，哇，这就解释得非常清楚了。你想想看，现在最红的 AI 伺服器里面需要特殊的绝缘材料跟冷媒吧？还有半导体制成那些高纯度的化学品哪来的？再来，先进医疗，像是人工血管、高阶医疗手套，甚至是我们说的绿能、风力发电机那个超大的叶片里面的碳纤维，这些全部通通都是从石油提炼出来的特化材料，它根本就是无所不在，可以说是撑起我们整个现代文明的隐形支柱。所以这就是关键了，你一定要搞懂这个区别。太阳能、核能这些可以提供能量，也就是电力，但它们没办法提供构成这些高科技产品的实体，也就是那些复杂的分子结构。只有石油才能变出这些目前根本无法取代的精密的化学结构。你看，这就是石油在未来它真正不可动摇的战略价值所在。好，聊完了技术层面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一场转变又是怎么改写全球地缘政治的游戏规则的？这里有个关键词，大家一定要记住，叫做能源主导。这是美国现在的核心策略。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没错，是第一名。他们利用这个超级优势，不只是要确保自己国内 AI 产业发展有稳定的能源，更重要的是把能源当作一张王牌，一种地缘政治的武器，来跟其他大国博弈，同时也确保自己不会被中东那边的风吹草动给绑架。我们来看看美国跟俄罗斯这两个国家的策略完全不同。你看，美国是在玩能源主导，用能源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但对俄罗斯来说呢，石油跟天然气那根本是他们的生存红利，是命脉啊！他们国家预算有超过40%都是靠这个，所以你看，就算被制裁，俄罗斯还是可以把石油卖给中国跟印度，硬是撑下去。这就告诉我们，到今天为止，石油依然是国际权力斗争最核心的筹码。好，讲了这么多，那在这场巨大的产业转型里面，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赢家？我们直接来看几家代表性的公司。这张表格就非常清楚了。你看，美国这边像是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这种传统巨头，他们现在正拼了命的转向高价值的化学品，同时还在疯狂的削减成本。那台湾呢？也很厉害，像是南亚，他们已经是 AI 伺服器核心材料的重要供应商了。还有台塑，他们专攻的是航太跟氢能源要用的那种毛利超高的碳纤维。你看这些公司，不管在美国还是台湾，都已经抓到了这波转型的核心了。OK， 趋势我们懂了，赢家是谁，我们也大概知道了。那接下来最实际的问题来了，身为投资人，我们到底该怎么布局，才能跟上这个未来趋势呢？好。
这里要特别注意了，市面上有2种主要的能源 ETF， 但它们的差别简直是天差地远。你看左边是股票型 ETF， 你买这个等于是直接买进像艾克森美孚这些公司的股票，你投资的是他们转型的价值。但右边这个期货型 ETF， 你追的只是石油期货合约的价格，这就有个很大的问题，它有正价差跟时间耗损的风险。讲白了，这就像你的投资组合里有个看不见的破洞，就算油价没跌，你的钱也可能每个月都在偷偷的流失，这点真的非常重要。如果你还不相信，我们直接看数字，这张图的对比真的太惊人了。你看美国的股票型 ETF 代表就是 XLE， 它的内扣费用低到只有 0.08%， 但是台湾常见的期货型 ETF 呢，费用率高达 1.23%， 你算一下，这差距超过15倍。你想想看，长期下来，光是这个成本就会吃掉你多少获利啊？这段话可以说是完美总结了期货型 ETF 最大的坑。简单说，因为期货合约每个月都要换仓，这个过程本身就会产生耗损，也就是所谓的时间侵蚀。尤其如果市场上大家普遍觉得未来油价会跌，出现正价差的时候，哇，那这个隐形的亏损会更严重。所以讲到这里，我们的首选就很明确了，就是 XLE。为什么？第一，它是全美国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能源 ETF。第二，它的管理费超低，只有 0.08%。最重要的是，你看它的主要持股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所以你投资它就等于是直接搭上了美国能源巨头从燃料转向高阶材料这般赚取新红利的列车。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很简单，2步。第一步，如果你想做一个整体的布局，那就透过像 XLE 或 VDE 这种低成本的股票型 ETF 来抓住美国能源巨头的成长。第二步，如果你想更精准的投资，那可以考虑研究一下个股，像是台湾的南亚跟台塑，他们在 AI 和新材料领域都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回去可以好好想一想。除了我们今天谈的石油之外，还有没有哪些我们过去以为的传统产业，其实也正在悄悄的转型，变成支撑高科技未来的全新基石呢？我想，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分析框架，说不定就能帮助你找到下一个巨大的投资机会哦。